Farmer Meanwhile 曾经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农夫，他拥有广大的田地、一群优良的羊群和充裕的金钱。但突然间，他的好运似乎离他而去。年复一年，他的农作物失败，羊群死亡，他被迫借钱支付租金和农场工人的工资。最终，他不得不卖掉农场，但这并未为他带来足够的钱来偿还债务。他比以往更加困苦。在那些曾经向农夫 Meanwhile 借钱的人中，包括 Sir Thomas Gripe 和一位名叫 Graspall 的农夫。Sir Thomas 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而 Graspall 农夫拥有比他能够使用的钱更多。但他们两人都非常贪婪和贪心，对那些欠他们钱的人尤其严厉。Graspall 农夫辱骂农夫 Meanwhile， 用各种可怕的词语来称呼他，而富有的 Sir Thomas Gripe 更加残忍，想要让这个可怜的债务人被关进监狱。因此，可怜的农夫 Meanwhile 不得不匆忙离开他居住了多年的地方，以躲避这些贪婪的人。他带着妻子和2个小孩转移到下一个村庄，但即使摆脱了 Gripe 和 Graspall， 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困扰和担忧。他很快生病，当他发现自己无法为家人提供食物和衣服时，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糟，最终死去。他的妻子无法忍受失去心爱的丈夫，几天后也死去了。这2个孤儿似乎完全被世界遗弃，没有人照顾他们，也没有人关心他们，除了他们的天赋。他们手拉手走来走去，变得越来越穷困，他们之间的依存越来越深。他们很可怜，衣衫褴褛，饥饿交加。Tommy 有2只鞋，而 Marjorie 光住脚。他们唯一能吃的就是在树林里长的浆果，以及从村庄里可怜人家那里弄到的残羹剩饭。夜晚，他们在谷仓或者草垛下睡觉。他们富有的亲戚们太骄傲了，不屑理会他们。但是村庄里的牧师 Smith 先生并不是那种人。一位富有的亲戚来拜访他，一位心地善良的绅士，而这位牧师告诉他关于 Tommy 和 Marjorie 的一切。这位亲切的绅士对他们深感同情，为 Marjorie 买了一双鞋，并给了 Smith 先生钱让他买一些他急需的衣服。至于 Tommy， 他说他会带他去航海，让他成为一名水手。过了几天，这位绅士说他必须去伦敦，会带着 Tommy 一起去。他们2个孩子之间的离别是令人难过的。可怜的 Marjorie 在没有了兄弟的陪伴下感到非常孤独。如果不是新鞋子给他带来的慰藉，他可能早就因为哭泣而生病了。这些鞋子转移了他的悲伤。当他穿上它们时，他跑进 Smith 夫人那里，大声喊道：“2只鞋！夫人，2只鞋！”他对每个他遇到的人都这样说，因此他得到了 Goody Two Shoes 的名号。小 Marjorie 看到了 Smith 先生是多么聪明和睿智，他认为这是因为他的学问，他最想学习的就是读书。最后他决定在他有空的时候请求他教他，他很乐意答应。于是 Marjorie 每天向他读书1个小时，并花了很多时间读书。然后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教导那些比他更无知的人。他用木块剪出了26个字母的大写和小写，然后在他走遍房子时带着这些字母。当他来到 Billy Wilson 的家时，他把字母扔到地上， Billy 把它们挑出来，并按行排列，如下所示 Abdefik Kilmano。 然后 Goody Two Shoes 走向另一个小屋，这里有几个孩子等住他。当小女孩进来时，他们都围在她周围，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他们的学习。然后他扔下字母，对他旁边的男孩说：“你今天午餐吃什么？”男孩回答：“面包。”好，放下第1个字母 Goody Two Shoes 说。然后他放下 B， 下一个孩子放下2，下一个放下1，下一个放下 A， 下一个放下 D， 这样就拼凑成了整个单词 bread。Polly Driggs， 你今天午餐吃什么？苹果派 Polly 说。于是他放下第1个字母 A， 下一个孩子放下 P， 下一个再放下 P， 以此类推，最终拼凑成了 Apple Pie 这2个单词。现在有一天 Goody Two Shoes 傍晚回家的比较晚，他的巡逻比平常要长，每个人都让他等，所以天黑了，他的一天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很高兴终于回家了，他愉快地穿过田野、小巷和道路，享受着宁静的夜晚。然而傍晚并不凉爽，而是闷热，预示着一场暴风雨。不久后
一滴水滴在戈蒂的脸上。他该怎么办？如果他不赶紧走，他很快就会被淋湿。幸运的是，路上有一个老谷仓，他可以在那里避雨。戈蒂兔叔围绕着她的裙子开始奔跑，就好像有人在追她。谷仓的主人最近去世，财产要被出售，谷仓里还有一堆尚未清理的散草。戈蒂兔舒适地躺在软软的草堆里，很高兴有机会休息他疲惫的四肢。由于他长时间的奔跑，他已经喘不过气来。就在这时，雨点淅沥而下，雷声隆隆，闪电闪烁，老谷仓摇晃，戈蒂兔舒也跟着摇晃。他没有在那里待很久，就听到脚步声，3个人进了谷仓避雨。稻草堆在他和他们之间，所以他们看不见他，以为他们是独自一人，便大声交谈。他们正在密谋抢劫住在 Marjorie 村的大屋子中的 Squire Truman， 打算当晚闯入并盗取所有可能的东西。对戈蒂特舒斯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什么也不等待，从谷仓里冲出去，奔跑在雨中，穿越泥泞，直到他到达 Squire 的房子。他正在和一些朋友共进晚餐，除了戈蒂之外，其他人都很难进入他那里。但他对仆人们来说很熟悉，而且他总是那么和善，甚至是那个肥胖的男管家也无法拒绝履行他的命令，便去告诉 Squire。戈蒂特舒斯非常希望见到他，因此 Squire 请求他的朋友暂时原谅他，出来说：戈蒂特舒斯，我的好女孩，有什么事？哦，先生，他回答，如果您不小心，今晚您将被抢劫和谋杀。然后他讲述了他在谷仓里听到的那3个人的计划。Squire 看到毫不犹豫，他回去告诉朋友们他听到的消息，他们都说他们会留下来帮助他捉住小偷们。因此灯光熄灭，使他看起来好像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在床上，仆人们都在里外保持着严密的监视。果然，约在凌晨1点左右，3个小偷悄悄地爬到房子前，带着一盏黑灯笼和用来撬开的工具。在他们察觉之前，6个人跳出来抓住了他们，使他们束手无策。小偷们拼命挣扎想要逃脱，但他们被锁在一个小房子里，直到天亮，一辆马车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到监狱。后来他们被流放出境，在国外的道路上用铁链做苦工。据说其中一个表现得很好，得到了赦免，去了澳大利亚，成为了一位富有的人。另外2个人堕落得更深，很可能最终遭受了某种可怕的结局，因为罪恶从不会不受惩罚。但让我们回到戈蒂特舒斯。有一天，当他穿过村庄时，他看到一些坏男孩正在虐待一只乌鸦，他们打算向他扔石头。为了制止这种残酷的活动，他给了男孩们一个便士，以购买乌鸦，并将鸟带回家。他给了他名字叫 Ralph， 他被证明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生物。他教他拼字和阅读，他非常喜欢玩大字母，孩子们就称他为 Ralph's Alphabet。 戈蒂遇到了乌鸦后的几天，他经过一片田野时，看到一些淘气的男孩抢走了一只鸽子，并在他的腿上绑了一根绳子，以便在他们想要时放飞他并再次拉回来。戈蒂无法忍受看到这样的折磨，所以他向男孩们购买了这只鸽子，并教他如何拼写和阅读，但他不能说话。由于乌鸦 Ralph 负责大字母，鸽子 Peter 则照顾小字母。住在 Marjorie 村的 Mrs. Williams 开了一所学校，教小孩子他们的 ABC。 他现在已经老了，而且身体虚弱，想要放弃这个重要的职责。当这被 Sir William 都知晓时，他请求 Mrs. Williams 检查戈蒂特舒斯，看他是否足够聪明担任这个职位。这样做后， Mrs. Williams 报告说小 Marjorie 是最好的学生，而且他是他所检查过的人中新的最好的一个。整个村庄对 Mrs. Williams 都很敬重。这个报告使他们对 Marjorie 的看法变得很高，所以 Marjorie Meanwell 现在是一位女校长，她非常出色。孩子们都爱她，因为她永远不厌其烦地为他们的幸福制定计划。她教学的房间又大又高，里面有充足的新鲜空气。由于她知道孩子们喜欢四处移动，她把字母组放在整个教室的四周，这样每个人在轮到他们时都必须站起来找一个字母或拼一个单词，这让他们既开心又健康。她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总是很整齐，并且总是在孩子们面前展示出最好的形象。她的心灵充满爱心，
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所以她赢得了每个人的爱戴。Marjorie Meanwell 成为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她的学校在村庄中享有盛誉。她用她的智慧和爱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她的故事成为村庄中的一则传说，人们传颂着她的善行和对教育事业的奉献。这就是 Goody Two Shoes 的故事，一个从困境中崛起，成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女孩。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逆境中坚持善良和努力学习，也能够改变命运，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